美国智库研究学者，他讲的，中国就是有像伊朗那样，你没有办法能够越雷池的荷姆兹海峡，那一条海峡就叫做稀土。因为他们说，在 AI 的正式揭开的这个两边的科技战的时候，你知道中国的跳舞机器人不是很出名吗？但是呢，它需要非常高阶的晶片，还是要跟美国买。如果不给的话，我们的荷姆兹海峡就会跑出来，那就叫稀土。那个分析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随时可以中断供应链，美国自己本身是有稀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致力开发稀土的生产跟洗矿，那还要在20年。好，接下来很快的哦，在本周四，也就是川普将会第2次的访中了。现在呢，媒体的资料显示，这一次第2次访中的规模会远远的不如在9年前，当时在2017年中国大陆给这个美国的规格。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看一下这个规模的细节哦。那然后呢，外媒就说，难道习近平不再仰望川普了吗？中国手上控制的包括了稀土、荷姆兹等等。那美国接下来会如何来跟中方一起做交易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习川会其实很快哦，本周四14日正式的登场。私下层面，我们今天要来特别看到，从行程、从规模来看，外媒说已经不如2017年当时有这种帝王般的一个规格待遇了，确定不会再有，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一下当时2017年跟今年的规格列出来，同样两边呢都是3天2夜，只是说这一次今年哦，真的从扣掉了说这个飞机落地的时间，一直到下榻啊等等，真的有的行程其实呢只有1天半的左右的时间而已。那当时呢，其实川普到访中国大陆的时候是由习近平的夫妇一起陪同的，现在说是降为国家元首的等级的一个接待。那么再来就是在当时呢，接见的地方，包括举行晚宴的地方，是在象征皇权的紫禁城。但是这一次呢，参访的地点是天坛公园。那晚宴的地点当时也是在紫禁城，这一次则是不是在紫禁城了。我们看到美国带的企业代表当时有29人，但是现在几乎是减半，18人左右。中国当时在2017年下的订单其实是非常大的，签下了2000多亿美元的大订单。现在是说，今年恐怕难以突破当年9年前的这种大订单的规模了，是这样子吗？大陆第2次接待川普，不再给帝王般的规格，怎么解读？苑老师，大家要知道哈，这个在外交的场合当中啊，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就从2017年到2026年啊。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是奇大无比，几乎没有办法相信这个形容啊！我印象中非常清楚，这个2017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啊，大家都是有一点惊讶，因为川普原来啊是以一种电视主持人的方式，然后就是用各种的情况下，那个2016年川普刚选上到2017年的时候，那正是要重新建造美国那个蓄势待发。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川普一开始很听话的，都是用将军当国务卿啊，后来通通闹翻了啊，那都不晓得到了第2任都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川普这边的话呢，他自己是制造这种结果，让中美的关系的话。2018年的5月，我印象中非常清楚，那个时候美国的副总统叫 Mark Pence。Pence 的时候呢，对这个中国讲话的时候，2018年5月，我那时候在上海听到这个演讲的全部内容，我当时听完就感觉上跟宣战一模一样。后来就开始一连串的科技战打压，然后当然了，有拜登总统的话呢，是创下有史以来美国唯一的总统，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当然，因为疫情也占了一部分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非常重要，就是说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从基本上啊。就是说，从这个仰视啊，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我印象中非常强烈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我89年回到大陆去的时候，我家里的亲戚哇，他们一提到美国，真的是把卡利福尼亚都讲在哈利路亚了，你知道，那感觉上就是非常非常激动啊！我跟大家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啊，那到现在来讲的话呢，因为去年呢出现了那个劳 A 的斩杀线以后，大家发觉美国哈，第一个贫富不均呢。第2个，在美国赚钱非常不容易啊。第3个，美国没有医疗保险，不能去啊。你一个牙齿坏掉，你就马上就要在流落街头，流落街头活的年龄啊，
大概不到3到6个月啊，就这种情况。美国就是这么情况，你不能没有钱。你在美国有钱，我们只报道有钱人都是跟着。其实说句良心话，我说句良心话，这个规格啊，各方面啊，是不会在外交仪式，这个叫 protocol 啊。那美国的幕僚他们之所以在讨论了很久啊，很多人觉得说，你原来在天安门啊，你原来在紫禁城啊，那你现在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呢，感觉不一样。这个美国的所有的幕僚他们都会争执的。那美国的幕僚争执，以前我在留学的时候，那个布鲁塞尔的时候是欧盟的总部，是那个来的时候，美国总统一出来就24辆车，那大陆的领导人出来也是24辆车，这是他们的 protocol， 这是一点都不能省的。那这里头他们会协商。至于说我们在讲的到紫禁城当皇帝，这个对美国来讲不是重点，但是重点是接下来他带的代表团里面要干什么，要买什么。然后呢，这一次很明显的是，这个2017年的时候是中国有求于美国，那这一次的话很明显是美国。我心里想了一下，我来不及念，大概有7、8件事情只有求于中国的。是这种情况下，比如说3B 我这个 beef and Boeing 那这个大家就3B 里面就是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网开一面多买，但是中国本身来讲，一定是拿着要买的东西当成一个钓饵，就挂在高高的，让美国这个狗跳来跳去，这种情况。好，那我们等一下也请干哥笑成这样。好，我们等一下也请玉君来帮我们看到底是中国有求于美国，还是美国有求于中国比较多呢？刚刚其实苑老师有特别提到说，中国有求于美国的是3T， 那哪3T？带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包括了tariffs， 还有 technology 跟 Taiwan， 这当中包括了关税、科技、台湾。那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的部分则是5B， 包括了 Boeing 这个波音飞机，还有 beef 美国的牛肉，还有 soybeans 大豆，还有就是投资委员会 Board of Investment 跟贸易委员会 Board of Trade。等一下一起来看。再来就是川普不断的强调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他将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跟他过去这个态度上的作风完全不一样。现在到底谁比较占上风？那玉君又怎么解读？这个我们以前看一个那个康熙大帝说，这个我希望再戒500年哈，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帝王也有戒500年，因为这2个人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时空上面啊，一个呢他在跟2年的时间赛跑，一个是没有时间任期式的一个领导人啊，所以呢，一个呢是在这个大交易的一个思考下，一个是在大战略的思考下啊。你看，关税是一个5年的计划，科技是一个10年的布局，台湾是一个30年的主权。对，那川普都来想什么？川普都在想2年后的选举。对，这个刚才老师说这个 beef soybeans。这两年的大豆，对不对？他这个选举，他这个 beef 里面呢还很好笑，这个 beef 农民的想法跟这个消费者的想法还不一定是一致的。对，这还不一定搞得定。对，所以就是说，一个呢在想大交易，一个在想大棋局，所以这个2个领导人呢，在这个层次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因为我觉得这一次跟上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我们从数字上来看的话，这8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将近6%，从大概20%降到现在不到14%，就是整体的调整，就是这个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体质的上面的转变。而且它的国内的经济体有没有实质的改变呢？那我们看了很多数字，也很难有个定论啦。就是说，因为你看一些中文的一些报道，跟美国的报道不太一样。那美国的报道，因为很多人已经讲了20年，中国的经济要崩盘嘛。那中国很多报道说，他们中国内部的经济其实越来越好的趋势啊。那这个我不太清楚。那只是就是说，你看到就是稀土确实是中国掐住美国一个咽喉点。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咽喉点啊！那你换另外一个方向看，这个咽喉点确实是中国手上的一张王牌。那你从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跟有效性的问题2个去看的话，那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要担心什么呢？第一个是到底谁需要谁更多？是美方需要中方更多，还是中方需要美方更多？这是一个层次。第2个层次是习近平需要川普更多，还是川普需要习近平更多？这是第2个层次。那虽然川普不再需要选举，但是他在共和党内，或者是说他还有他的接班人的问题，还有他家族的问题啊，
我们前几天看到，哇，这个川普家族太厉害了，他当总统2年，他家族的这个财富翻了3倍啊，从20亿美金翻到60几亿、70亿美金啊，这个哇，那这个以后我看很多富人都要来选总统了啊。这个是谁主导了议题？那这些议题是由谁来绑定的？是啊，就谁主导议题，就是说，这个钱在谁手上？比方说科技战啊，这些这个技术在谁手上啊？这个关税啊，我们为什么说关税？因为中国是出口方，美国是买方，或者说大豆、牛肉谁是买方，谁是卖方？这些议题是谁由来绑定的？那最后，我觉得台湾议题大家比较担忧的就是说，你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到8A7公报到6项保证，台湾问题不应该被拿到谈判桌上来谈判。那今天这个议题到底是谁放上这个谈判桌的？是说美方提上来的，然后中方就干脆回应了，还是中方提上来的，还是中方只是讲说我不要讲武器问题，但是我不讲其他台湾问题？那美方最后会不会做出让步，说我反对台湾独立？这是完全反对民主的一种做法。是。那我觉得，如果川普做出这样子这么多的让步的话，那我觉得我刚才3个答案都非常清楚，他显然一定是在居下方的一部分，要么他何必要做出这么多，连他党内可能都不一定会对他满意，或者对他了解的做出这么样的一个事情来呢？好，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干哥，就是说谁比较需要谁多一些，那谁更胜一些些？刚刚玉君也帮我们提到，一边是大棋局，那一边是关乎很快的就自己的选情，那干哥又怎么看？好，你看，如果说如果中国人自己讲说，习近平也有荷姆兹海峡，讲这句话的话，是中国人自己讲的话，对，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自夸嘛，对不对？对，不是，这个是 BBC 报道的，其实这个是来自哪里的？布鲁金斯美国智库研究学者，他讲呢，中国就是有像伊朗那样，你没有办法能够越雷池的荷姆兹海峡，那一条海峡就叫做稀土。所以玉君刚刚讲的很对，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在 AI 的正式揭开的这个两边的科技战的时候，你知道中国的跳舞机器人不是很出名吗？对不对？搞到春晚上面也有啊，对不对？现在这等于是在 AI 的产业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议题跟亮点，但是呢，它需要非常高阶的晶片。这个高阶晶片要从哪里来？从辉达来。对，还是要跟美国买？没有关系。习近平这次跟那个川普见了这个面之后，就在想，他一定会问他这个问题：我的机器人还要跳舞啊？那请问你给不给晶片呢？如果不给的话，是不是？那我们的荷姆兹海峡就会跑出来，那就叫稀土。其实中国那个分析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随时可以中断供应链。美国自己本身是有稀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致力开发稀土的生产跟洗矿，那还要在20年。他们说现在川普希望在12年之内，美国的生产线自己要能够对于明尼苏达州以及北卡罗来纳的就是矿岩，能够自己来精炼稀土，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这一次我们会谈除了就是说像这个你说晶片贸易的问题之外，另外一个就刚刚玉君有提到的，好，那台湾问题到底要不要谈？一定会谈，可是就像中国希望什么？希望川普你要说出4个大字，叫做反对台独，就是 do not support。可是说句实在话，要叫川普讲出 do not support， 这个可能是比登天还难。为什么？因为依照他们的外交辞令的惯例，可能说不出这样的话嘛。因为以前普通都是说就说那个反对嘛，就是 opposition 嘛，对不对？我讲反了，就是说应该是说他讲不出反对 opposition 他只能讲得出不支持的 do not support 的不支持，对不对？我讲反了。但是你现在来讲的话，我习近平当然是希望你要讲出 opposition， 就是反对，完全反对。那个川普能讲这种话吗？
他讲这种话，可能回去以后，他在众议院跟参议院他都完蛋了，对不对？对，因为这有违他对台湾的承诺。那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我讲句实在话，那个1.25兆对台湾的那个军售哈，在我们就是说认知的专家里面看起来，这个议题根本就是过度炒作了。为什么？因为其实这1.25兆的军购里面没有真正能够防卫台湾的武器。这件事情中国清不清楚？很清楚，因为真正的攻击性武器美国没有卖给我们。但不管怎么样，中国希望能够拖延。就说至少你今天川普来跟我谈过以后，你不要回去又卖东西了嘛，对不对？你又卖武器给我们的话，那我们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所以你今天能够站在你不支持台独的立场，但是对于台湾的武器供应的话，是不是能够再延缓一阵子？那这样子对双方其实都是有利的。我认为他们会谈到很细的部分，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说。就是打工作揖，然后去天坛一起喝下午茶，这样就可以解决了。我相信川普是实事求是人，更何况在贸易部分的话，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谈，不是只有稀土，还有石油、天然气，还有那个乙烯跟丙烯等等，像这些问题，老实讲一句，都是他们现在最重要的议题，那恐怕是要花费一段时间的。另外呢，现在可以说习川会前北京突然间打下了一个和平牌。为什么在此刻打和平牌呢？川普则是被曝于中国大陆买波音大豆，希望能够救经济。AI 晶片跟霸权交易，今天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解析。好，时隔9年，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习川会即将就要登场了，14号登场，全球高度的在关注哦。就在此刻，峰会倒数之际，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突然间发布了一段影片。影片呢，我们看到它特别是以双语来播出“和平共处”这4个字，来看一段影片的内容。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wo leading global players, the world's 2 largest economies. How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has far-reaching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To clash, confront each other, and wear each other down, or engage in 好，我们看到 sincerity 影 and 片 good 不只 faith. 是大谈中美 The history 应该 of 和平 China-US 相处， relations 更是在 offers 当 an 中提到了 unmistakable 飞虎队、乒乓外交，还有中美当年一起联手对抗金融危机跟伊波拉疫情等等，不断的强调这个中美友好哦，并且喊出地球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成就彼此，也被视为是中国对美国释出一个友好的讯号。特别比较敏感的事情，我们也来关心到，就是川普在此刻他说我会亲自跟习近平来谈对台的军售问题，这个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议题。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在峰会中美元首正式的见面之前，外媒已经有各种针对于这场峰会的一些评论了。好，我们先看到这一间媒体，这个是观察者网特别指出，美国正在陷入在关税战的反噬、盟友的裂痕、通膨跟中东战事、政治撕裂等等的多重危机。财富杂志则是形容中国大陆用了6年时间就已经拆掉了川普当年的筹码。最后来看到《纽约时报》说，现在的中国早就已经不再仰视美国了，并且视美国为一个衰落的大国。我们也特别来关心一下这一次随川普到中国大陆的这些企业哦，不仅仅是企业现在被传出减半，而且呢，这当中邀请到的一些企业家也是暗藏玄机的。特别我们来看到有哪一些单位呢？包括了在科技上面有苹果公司，那还有美光、高通等等重要级的巨头。另外在金融业现在点出有高盛、贝莱德，再来就是航太业有波音、奇异等等。唯独为什么呢？全球的 AI 霸主黄仁勋本来要出席的，为什么在此刻突然间缺席了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到中国为何突然不战狼了？发布了这个和平共处的影片，是要释放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呢？是希望为和平来铺路，还是要逼美国照自己的节奏走？再来就是纽时所分析的，说中国视美国为一个衰落大国，大使又怎么看？事实上的话，你看这个片子的话，基本上中国大陆就把自己定位跟美国完全是在一个同样的一个立足点上，这是2大国，所以呢，基本上以大国的身份呼吁美国不要搞这种对抗，或者说是这种过度的这种
对立，哎，所以提出来的口号就是大家就是说和平相处、和平共处。和平共处其实是中国大陆其实建政以来啊，一直就是这个外交政策。那可是这个外交政策，事实上的话，它的内容也不是说和平共处你就可以予取予求。那中国大陆在面临国家底线的时候，会毫不考虑的出手。那可是它只是用兵比较谨慎。事实上的话，就是说1949年以后，大陆打了3场主要战争，第一场跟美国打的，第二场跟印度打的，第3场是这个跟越南打的啊。那当然跟美国比的话，那美国那个所谓用武的那个门槛是非常低的，他因为他常常找一些小国去打，那事实上大国他都没打胜过，包括中等国家他也没打胜过。那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战争都是为了政治的目的，那是很清楚的。军事是为外交手段，就是说为政治服务的一个工具啦。所以中国大陆常常会达到一个政治目的达到以后，它就会停火了。可是美国大概就没有这个情况。不过这次事实上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感觉上是先礼后兵，因为有些事情的话，大陆的整个国际作为，它有一套论述跟逻辑的，它基本上就是说大家要遵守联合国体制下所确立的国际法，包括国际贸易法。那现在美国是把国际贸易法已经完全丢到一边了。另外一个就是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这个基本原则，美国也丢到一边了。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这些部分不可能为了和平共处而把他自己的立场丢掉。只是说跟美国和平共处的意思，大家不要用军事的方法来解决彼此的纠纷，就是这样。那并不表示说你如果要用军事的话，那我不会做事啊，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的话。那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一个影片由外交部播出，基本上是先礼。那后兵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台湾的问题。那尤其大陆现在看起来，川普讲出来的就是对台军售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他亲自跟这个习近平谈，我认为习近平会很强硬，因为这个牵触到中国大陆的核心国家利益。那如果说这个军武一直销售下去的话，两岸关系绝对会越走越怎么讲，路越窄，最后只好用非常手段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有一点山雨欲来风满了吧？对，放话放得蛮多的，以前没有这样子，没有那么多。所以这次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友好的会谈，这次就是一个鸿门宴。好，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很快就在本周4，这个中美元首的对话就要正式的展开来了。不过现在到底谁的筹码比较多呢？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包括大陆现在手中握有的有稀土、大豆、庞大的市场等等。那再来就是晶片是大陆最需要的，但是现在其实在晶片上大陆也可以实现自主哦。那北京真正要美国让步的又是什么呢？会是亚太驻军、高阶晶片，还是有关于台湾的国际空间等等？干哥又怎么解读？好，大使是持悲观的态度哈。那我是认为说，其实说句实在话，为什么会到？因为以前是上次他们9年前会面的时候，2个礼拜前就已经连什么礼数啊、制度啊，然后还有人员啊，通通都公布了。现在这次很仓促，2天前才公布，你就会觉得说，然后大陆马上就发布了这个影片，这个影片是示好的，但你会觉得说，中国人说礼多人不怪哈，但是我们觉得礼一多哈，你可能鸡皮疙瘩会掉地上，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不知道是后面背后是藏着什么含义啊？可是你从那个影片里面看来，可以讲说，这个世界这么大，应该容得下我们中美2大强权。他另外又讲了，太平洋这么宽，绝对容得下中美2个大国在这边。他不讲博弈了，就不讲这种话了。所以有点像我们以前陈水扁说，太平洋也没有加盖子啊，对不对？你会觉得说，似曾相识。其实我们听到这个话，我们会觉得说还蛮亲切的。但我不知道川普怎么想。可是川普他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有篇文章就讲到说，有3B 跟3T。3B 是什么？波音，还有Boeing 嘛啊，然后牛肉 beef 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那个黄豆 bean 啊，就是波音跟黄豆跟牛肉这3样，恐怕是美国跟
习近平啊在见面的时候必须要谈的一个重点啊。老实讲一句，这3样东西都是美国有求于中国，那就更不用讲稀土了。另外还有3T， 是哪3T？ 第一个就是台湾问题要不要谈？保证要谈，不可能不谈。谈什么？谈军售。为什么？因为这个军售啊，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等一下我们来讲军售。然后另外第2个 T 是什么？第2个 T 是 technology 里面包括 AI， 包括你现在看到黄仁勋这次都没有来，这代表什么的含义呢？其实黄仁勋他老实讲一句，他讲的很对的，他说我不是那个一觉醒来还在那个无里雾中的那个人，我是一觉醒来之后脑筋最清醒的那个人。你绝对不能够围堵中国，你围堵中国，你是自取灭亡。黄仁勋讲得非常清楚，你应该要把它纳进来，然后彼此共同的和平竞争。黄仁勋的态度是对的，他说不卖晶片给中国，那你根本对于美国的产业来讲，绝对不会是好事。所以 technology 这个部分，还有 AI 这个部分，一定是习近平跟川普要谈的重点。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什么？就是关税啊 ，tariff T。3T， 其中一个就是 tariff 关税问题，现在目前好像缓解了，但事实上那都是联动的，因为后面还有稀土问题还有钢铁等等铝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要旁枝末节。我们现在回头来讲 T 的第一个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川普在这上面他可能会让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如果要达成协议的话，川普一直讲他坐飞机空军1号要去北京之前，他还讲说，我不认为北京会攻打台湾，他始终不是这样认为。我认为习近平对我来讲是一个好朋友，所以他不认为这件事情。那如果川普的基调没有变的话，接下来马上在5月之后的140亿对台军售，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北京现在要答案。你是不是这140亿台币的军售，通通会如数遵照着你们跟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协议？因为你们都已经派了古立言等等人，所有美国在台协会的人来台北这个 argue 说，为什么你们国民党、你们这些在野党都不愿意通过执政党跟我们美国政府的版本等等？那这个其实中国北京都看在眼里。那现在川普你既然来了，你要怎么回答我？我今天跟各位点破，那不管是前面的110亿或140亿，总共1.25兆的军购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美国你是不是还要继续对台湾采取高调的军售政策？如果这个政策这个态度不改，我明明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防御性武器，但是这就是出于美国你在经济跟商业利益之外，你还真不珍惜我们中美之间最基本的战略上的一些共同的认知跟谅解，还有贸易上的伙伴情谊，我觉得这些都是川普必须要深深考虑的。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样问题请教上这个又怎么看呢？因为这一次的名单访问当中，金融、航太、半导体企业都到了，为什么黄仁勋没有去呢？黄仁勋没去黄仁勋没有被邀请。那当然，以现在全世界来讲 ，AI 跟全世界这个企业市值最高就是辉达，怎么会不去呢？没有道理不去。白宫为什么不邀请黄仁勋去呢？所以我讲这很清楚、很具体，就表示说，这次在北京，从美国川普的角度，他不谈 AI， 他不要谈 AI，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整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尤其在 AI 晶片。美国对中国的碾压跟压制是绝对性的。那么最近就在美国国会当中即将通过法案，就涉及到甚至连 DUV 的这个部分的机器跟维修跟相关的耗材，都要在涉及到美国专利的都不给中国大陆了。所以现在其实对于 AI 晶片方面，美国持续还在下重手所以黄仁勋没有去，其实是很大家跌破眼镜，但也就表示说，川普这里之后已经下定决心了所以这一次当中。AI 可能谈一些框架、一些很虚无的东西，但实质的中美之间的关系，包括晶片是不是开放，或辉达晶片要不要进中国大陆，我认为已经排除了
我想这里头其实很清楚可以看得到，当然这一次川普去主要还是为了他的政治目的。我想大家很清楚，伊朗的问题，刚刚前面也提到的农泰，包括农业订购、波音，那北京对于美国要的东西很少。你根本不知道北京对美国要什么，要开放电动车吗？没有的啦。所以他其实要的应该就只谈台湾问题，北京只要台湾问题要谈，其他什么都不要。所以现在其实从川普来讲，这一次的这个企业名单少到只剩下16人，上次29人我们都知道其他国家到北京来说都是带了一大趴的这个企业团，因为政治外交谈完就是企业上了。可是这次川普去，他不是为了美国的企业，他是为他自己。其中选举跟波湾这一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现在特别对黄仁勋体现，就是说中美之间这种以科技对抗的战略，这是没有任何松动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赢你中国的，我就要把你继续压制你到死。那我现在输给你的，比如说相关的这些稀土啊，相关的跟科技周边有关的，那我就赶快追你，然后还一直伸手跟你要，所以也是不留情面的。不过我觉得我们要注意当中，美国跟中国之间，我认为这一次的川习会的对谈，美国其实看的都是未来啦，美国不看过去。以我们刚刚看的片子来说，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有个叙事很重要。中国大陆叙事，我中美跟你的关系，我是站在历史的全局来看。这个历史不是中美的未来，还有我站在中国发展的过去，我细数我跟你中美过去友好的过去。所以中国现在有体现一个历史观，我认为这次北京会体现跟川普完全不同的。川普就是未来，我下次选举要什么，我就是未来。所以可是中国要告诉我的历史。所以这个历史当中，我们体现到包括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其实也都是诉诸于历史的，甚至在追究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这次黄仁勋看似是一个企业团，但是它体现的是一个川普当中的这个架构跟绝对性，跟北京方面习近平的不同也非常明显。我们持续讨论美以现在突袭轰炸伊朗的原因为何，是否也在要颠覆政权，对中俄来做施压呢？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接连的动作，打了美国之后又打伊朗，是不是也在为接下来的川习会铺路呢？川习会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数？今天这一集我们会持续的一起来关心。好，再看到的是美以联手打了伊朗之后，引爆全球动荡，现在包括中俄也已经出面来表态喊话了。我们先来看到中国外长王毅怎么说。他说呢，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伊美的谈判进程当中，那么对伊朗发动袭击不可以接受。那么公然的击杀了主权国家领导人，是鼓动政权更迭，更不可以接受。中方反对，并且予以谴责。俄罗斯的外长也出面喊话，他说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的打击，已经严重破坏整体中东局势稳定了。俄罗斯跟中国的立场是一模一样的，俄罗斯希望跟中国一起加强协调与沟通，呼吁立即停止战事，回归外交谈判的进度当中。中俄现在等于说直接两方都已经站出来力挺伊朗到底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军事上，跟伊朗都有长期的合作，也被视为是重要的盟友。这一次伊朗遭到攻击，同时也当然会打乱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中东原本的布局。但是我们也来稍微回顾一下，川普在今年他的动作非常的多，打击的对象从先前的委内瑞拉到现在的伊朗，怎么都跟中俄有关系？会不会他剑指的就是中俄，而特别是不是剑指中国大陆？杨老师又怎么解读？我就引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美国的学者葛兰仪，他在 X 上面发表一篇，他说北京对台有其自身的时间表跟战略，不会受到伊朗、委内瑞拉或乌克兰的强烈影响。那些纸上谈兵的中台关系专家，括号，应该停止预测习近平会利用每一次全球危机来夺取台湾。其实从昨天到现在我们在台湾也好，不管在美国也好，好多人在说美国攻打伊朗会造成这个两岸之间的稳定啊，还是什么的，一大堆预测都出来。我说这些人真厉害，葛莱伊一下打脸这些人。讲句实在话，王毅跟拉夫罗夫所讲的话对不对？对啊。川普去打一个国家，这是合法的吗？当然是非法的。你有没有找到他核武的证据？没有啊，连那个洗衣粉都没有啊！你不是在谈，人家都愿意去跟你谈，
你要打，其实我们刚刚讲了，我觉得他就是为他的这个需要，以及为他的胜利上，以他看到哈梅尼可以大概一次把他给斩首干掉。那可是这种东西就基本上像是一种已经没有任何秩序标准的新君主这种霸权作为。那到了21世纪，你看到川普他的一切是这种裙带资本主义加上新君主主义，就随他的喜欢。那一定有大国要出来讲话，连英国这次都只是同意美国用他的基地，但是英国都没有说我支持这个作为，但是他强调他不参与。欧洲国家都说这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只有一个国家第一时间跳出来支持川普，高市早苗。那是因为他们需要川普这个支持来对抗中国。可是，在今天的国际秩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秩序可言。强国的随意的作为，真的是随他喜欢。那但是这个时候有大国出来讲话，我们就把它去做等号，说你看这个都是跟中国、俄国关系密切，某种程度也许是。那伊朗2015年跟中国大陆谈成了一个几十亿美元的石油方案，但是这一次举例而言，伊朗每天出口300万桶的石油，大概有80%是往中国大陆。对。就算300万桶都没有，其实对中国影响也不大，因为那个比例很小。那它也可以立即的从俄罗斯跟别的地方取得这个替换，而不像是我们台湾其实从尼米兹从中东来的占我们的原油进口大概是60%，占天然气大概是2%，所以对日本、韩国、台湾影响比较大。因此这个时候你来说，这到底跟谁关系密切，可能都忘记跟我们台湾关系最密切。所以这个时候，很多这种所谓纸上谈兵的一些战略专家会告诉你，从他的政治的立场或者是意识形态，那美国也是一样，同样会有这样一个说法。可是我们已经回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了。那这个时候，你不需要从所谓的过去的那种思维、意识形态来去看待。我觉得中俄在这一次的立场上，当然是觉得美国是跨越界限，可是呢，他也知道。这个是现在新的国际丛林法则。那他所说的，也许我们认为是没错，但是又能够影响现实如何呢？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攻击之后，中俄就立刻发出了声明来做谴责。但是我们也要关心说，这个时间点因为比较敏感，因为紧接着3月份就是川习会，3月份的时候，川普就会去访问中国大陆，到时候会讨论中美的贸易关系，还有关税跟台湾议题。那现在也有一个说法是说，为什么川普要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先去抓了美国的马杜洛总统，然后又斩首哈米尼，是不是要跟这个川习会里面为自己增加筹码，又或是要埋下更多的变数？那委员又怎么解读川普的动作？我倒是不认为川普因为打了伊朗以后，他到中国大陆就比较有本钱对习近平讲话。我不认为这样讲。是为什么？因为虽然王毅讲说应该以谴责，然后这个拉夫罗夫说：“哎呀，你应该谈判。”这是外交官讲的话。哎，你只能什么？你只能谴责。哎，你只能谈判。刚才有文兄讲对了哈，从 O to B， 对与不对是绝对是美国不对，以色列不对，但是只要战争一发动，就没有对错是非，只有输跟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历史上就是这样子啊，很多讲了一大堆道理，都开战以后，最后赢的人解释。这个好意外吗？没有好意外的哈。所以对于川普，他当然有他内政上的需要，个人的一些想法，但是他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他举出来的台面上说，要你废核，要你废导弹啊，要你废弃代理人，然后更重要，要你废弃教师政权。他4个目标啊，很清楚啊。而这个4个目标也是他打这一次真正的战略上的需求。所以他抓马杜罗就是在他公布说，大西洋就是整个中南美洲就是我的势力范围，你谁都不敢跟我这样。就马杜罗抓了以后有没有效果？立竿见影，有，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巴西总统鲁拉还敢讲什么吗？没有。哥伦比亚总统还敢讲什么吗？没有。连那个尼加拉瓜的总统阿特加，川普下令叫他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他乖乖释放啊，连话都不敢吭一声。
然后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尼加拉瓜选举，说你如果给我选出一个反美，我就揍你一顿。那些选民乖乖投一个中间偏右的选民出来，这个就是立竿见影，你不能当作没看到它的效果。在国际政治上，武力还是很有用的。那你今天打了伊朗了以后，以色列在那边就当美国最大的军事基地啦，它可以牵制中东所有的国家。很多人讲以色列说啊，以色列把美国牵着走，错的。跟美国利用以色列作为它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其实以色列整个就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在战略上来讲，牵制附近所有的国家。所以对于这个美国，因为打了伊朗以后，就强化了它作为以色列作为军事基地在中东的影响力，它等于就可以对所有的石油输出国家，这个说一不二啦。因为你想想看哈，中国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进口石油多少？50%。然后伊朗的占多少？伊朗占中国进口石油的13%。你知道基于这两个数字是代表什么含义？代表说我跟中国谈的时候，我多了一项筹码，就是石油。对。那中国这个50%来自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容不容易被取代？应该很容易被取代，因为它有个俄罗斯啊，所以中俄两国啊，如果绑得更紧密，那对中国来讲，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够中国相当大概70%以上可以补足，没有问题啊。只是现在运输的路线上啊，因为没有做好，只有天然气管线做好，石油管线还没有做好，或石油运输系统还没做好。那所以你说要威胁中国，这个也谈不上，这不是中国不能解决的问题啊。那你有人讲说，哎呀，中国就不会让他去北京访问，也不会，为什么？因为北京也有很多要从华盛顿要到的东西，所以互有需求。那你说伊朗对中国，中国只是因为面子上比较少啦，伊朗也谈不上中国的盟友啦。那你这个一个朋友被打，你帮他讲2句话也 OK 啦。你说真的为他卖命，那不可能的事情啦。中国有自己的利益啦。好，那我们也看到，那这一场战争在爆发之后，我们也看到现在中东可以说是乱成一锅粥。但是伊朗呢，它持续的加强打击。刚刚我们提到了嘛，伊朗除了打击美军的基地之外，还有以色列之外，它现在也在扩散，是无差别的做攻击。我们要统整到了几个大家比较惊讶的地区，包括现在是连杜拜都不安全了，非常多的航班也受到影响。还有呢，卡达的首都杜哈、阿曼的香港、杜洛姆都遭到伊朗的攻击。其他像是呢，在杜拜的国际机场、帆船、饭店都传出有爆炸跟火光哦。那民众受伤，中东一夜之间都变成战场。在这个时候，包括了英法德3国都联合谴责伊朗，说必要时候会采取防御的行动。怎么看这种无差别攻击到周围的国家？吕舰长。其实它不是无差别攻击，它是攻击这些周边国家的军事基地。那就是美国的军事基地。我们从这张图啊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每一个点都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伊朗就是这样不断的攻击，因为它现在美国的想法就是要让伊朗未来爬不起来。伊朗就是想要把美国的势力从中东赶出去，不过这2个愿望是不是能达成，我们就看着那个现在，川普他说他要打四个礼拜，那4个礼拜他的弹药够不够？然后另外4个礼拜那就已经到了他要去出访中国大陆的时候了。那这个也就是他的轻与重，那以及伊朗对于这个现势的判断的影响。但是呢，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卡达国防部他现在已经告诉了半岛电视台，这是半岛电视台的一个那个新闻画面，然后这一个翻译是 Google 直接把阿拉伯文翻过来的，也就是伊朗的飞弹袭击了卡达北部的一个远程预警基地，也就是这一个那我们称之为普鲁爪的这一个长程预警雷达。所以，如果是伊朗第一时间选择攻击，而且看来也攻击成功了的话，我们台湾就要想一想我们的乐山雷达到时候如果遇到这一个台海冲突的时候，也是第一波被攻击的一个对象。那其实现在的这么多的问题也就是
伊朗它本身进行这一个威慑失败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美国除了有关于浓缩铀要伊朗交出来，而且要停止研发，而且连飞弹都一起合并在内，因为它不断的透过这飞弹去威胁这个以色列。那我们看到之前他公布了，这个是2023年的时候，他公布了霍拉姆沙赫尔这个飞弹可以打2000公里。这个为什么2000公里？因为就是对准了以色列而来。那另外它有没有高超音速飞弹？那它有没有打过我们不知道。可是呢，如果按照最近出现在这一个伊朗的世界的一个照片的话，它好像发射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照片。但是它之前实际上公布了这个高超音速飞弹的一些模型。那这也就是我们讲说它进行这样的威慑那实际上反而引来了反效果。那会不会登陆？有关于登陆的作战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有关于各种舰艇的派遣，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次的状况并没有派遣任何的2栖舰艇前往。那这个也就是指明了，川普其实他只想透过这个空中的一个攻击，然后逼着伊朗投降。那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一个部分，我们现在都没有发现伊朗在攻击这个或者是拦截这个对他攻击的各种飞弹啊，或者是各种的这个战机。可是我们却看到了伊朗在拦截这一些无人机的部分。它为什么拦截这些无人机呢？这个其实是我们所看到的 MQ9 的无人机啊。那这是美国的无人机，那它这是一个连续画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又被击毁了。那如果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它这里下面有带一个夹舱啊。那这个夹舱到底是做什么的呢？也就是其实美国这一次，它除了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军力之外，那它其实还做了那个有关于我们讲到 sensor to shooter， 也就是他在做这个有关于数据链的干扰，也就是他带的是这一种夹舱。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每一次的作战其实也是美国对他国的他的武器的一个测试。这一次他已经将这一个对于数据链的干扰已经进行了